我都很少看到住宅会愿意牺牲这么大的面积去做工区的。我们叫西方的拱廊，就像进入了博物馆。对，工区配套全是徐斌老师做的室内。它这个六顶就跟阿丽拉的那个很像。讲到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泳池，我们叫植物园泳池。在这里我们把它定义为楼王独有的一个俱乐部空间。然后这边有一个雪茄吧，旁边还有一个学习区，还有一个会议区。这种业主就很愿意来这里待着啊。这套是请吴斌老师做的，我们把它称之为珍宝阁。业主到家里的时候，好像回到了自己的一个收藏博物馆。今天带你们看上海一个国际艺术先锋住区，不仅在静安区市中心拥有万方潮流市集，穿着拖鞋就可以下楼吃米其林，出门繁华，归家宁静的空中花园，松弛自在的生活方式，吸引了无数海派新贵之夜。Let's go！ 我们希望业主一到家里的时候，就像一间美术馆，艺术氛围。对，所以呢，整个当中我们是找鞠老师做的嘛，也跟他探讨了很久。然后我们想就用一种材料，就让它显得非常纯粹的这么一个空间，很大气。我都很少看到住宅会愿意牺牲这么大的面积去做工区的。对，大概14米左右的一个空间。就这样一进来之后，就是让你整个的心就收到这个空间来。是，然后又给他一个归家的仪式感。对的。然后我们做了一部向上的扶梯，这也是很少在这个住宅的这个大堂里面体验的。是，这个台阶其实上面我们还选了一些艺术品，不断的在办一些展览。OK， 这个顶的处理方式，它就是一年四季，然后不同时段回来都有不同的状态。对，这个光直直洒过去，非常漂亮啊。这一层就是会所的2楼的入口，就所有配套是在这一层。对，其实我们为了让整个这个空间能够有些制式，做了2条廊。这条是第一条廊，我们叫西方的拱廊，就像进入了博物馆跟艺术馆有一点点。然后两边都是我们这个自己策展的一些艺术品。OK， 然后这里做的第2条廊，这条叫东方的门廊但它都是用大理石这种很重的浅色的材料，但它也不违和，就是非常的协调。对，它其实正好是一对一对对话的这种感觉。是。然后这个是我们会所的叫日咖夜酒区，吃早餐吃 brunch， 然后晚上就是酒吧。对，等于说整个工区配套都是鞠斌老师。工区配套全是鞠斌老师做的室内，然后呢染妆也是鞠斌老师。他这个六顶就跟阿丽拉的那个很像，一样。他这里很多手法是阿丽拉，还有那个包括他们在杭州做安达仕，OK， 都很接近的整体感觉就还是很温馨，而且很丰富，包括这些书架墙这一些。对，就是很真实，不像是那种传统样板房的那种状态，然后又有它的秩序。对，转到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泳池，我们叫植物园泳池。你看到的端头那片植物都是真的在植物，远远透过这个窗正好看到市政的这个树外面的绿化，实际上我们选的这种石头啊什么都是有点植物斑驳的，就是叫绿野仙踪嘛但是它整个其实我用的是皮革面，就它这个面层会带来一些这种绿影的这种环绕，也是呼应我这个植物园泳池的这个主题。灯光范围包括这个顶也做得很好。对，整个这个会所的灯光，我们是找了日本的 LPA 做的，就是那个面见勋大师。OK， 这个泳池的灯光是可以调光的，它有4种模式，晚上还有一个 party 模式，考虑到业主可以开 party 啊什么，可以包场是吧？对。然后这个小植物园游完泳可以在里面大概坐啊，什么休憩一下。哇，品种也很多。这植物也养了有将近1年了。然后穿过这个建筑的门廊，就是去我们的健身房区，都接近专业健身房的尺度了。对，然后穿过这里就是这个普拉提的区域。商业的定位是怎样的？商业我们是这么想的，所以这是个主大堂，它主要管这3栋楼。这个楼房还单独给它做了个小大堂。OK， 所以它也可以在这里落客，所有都风雨连廊到达的。然后这里是一个整个的春熙集，也是我们的食集吃饭的一个地方。就是难怪你们会吸引很多这些所谓新贵群体或者是单身贵族，这种商业的空间配套就是很多国外回来的人会很喜欢的。对，我们现在上3楼。打开之后就是我全都是无风雨的帘那上面这个整个就是一个景观的状态我们因为和城山植物园有合作，就是你会看到一些花园的这种做法都是比较特别的，难得在上海市中心有这样子的自然跟绿化。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几乎每栋楼下面都有一个架空层，这张其实我们用的是一种马赛克的材料。这个马赛克看起来像大理石。对，它是大理石做的，切这么小的，然后再拼的吗？对，大材料先切完然后再铺的。那你这个人工真的是是它的4倍的价格。哇，比较厉害。
室内我们就用了陶，外墙用的是幻彩铝板，就跟外面呼应一下。对，然后整个这个学习盒子，我们叫学习盒子嘛，就是业主未来可以免费使用的，可以在这里看看书场。其实现在架空城大家都会去营造这种读书的氛围，可能也会考虑到下一代的这种氛围的营造。其实我们这里是做了一个信箱系统，很多业主，比如说他可能给孩子写封信，或者比如说情人节送个礼物，摆在这里。不是说你们吸引了很多单身的业主嘛，互相之间大家也可以交流。对，这个写封信给到他就会比较有意思，就看业主怎么用了。对对。然后我们都做了个化妆间，很多女士或者男生在出门前整理一下情绪。然后穿过艺术的这个门廊啊，实际上就到达了我们的这个楼王独有的一个架空城。在这里，我们把它定义为俱乐部空间。整个这个俱乐部有非常多的空间的组成的。像这个现在目前开放的这个区域，其实是它的一个雪茄吧，旁边还有一个学习区、儿童区、游戏区，还有一个会议区。这种业主就很愿意来这里待着啊。对，就是社交嘛，他除了家里以外，可以在这里聊聊天。是。然后这边有一个雪茄吧，做了2层门禁，因为雪茄吧有烟嘛，然后也做了专业的雪茄的这个抽分装置。这样呢，就它真实在使用的时候，这个雪茄的这个烟就可以走了，也做了雪茄柜啊，还可以听黑胶是吧？对对对，那业主自己可以带着自己的雪茄跑到这儿来，因为这里未来会有些轻服务的。然后这个是那个加工城的第3个空间，所以这个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小的学习空间。那个楼王的业主就是可以免费使用，私人图书馆的状态。对对对，这个隔壁穿过这扇门，未来会有一个游戏区，包括这个女性啊和这个闺蜜们可以在那里游戏，然后再过去还有一些这个打台球的空间，很舒服。就这里有个细节，就是我们整个门厅的按钮都用的是纽扣做这个上海旗袍嘛，而且纽扣本身就自带了上下的符号，但这个牛骨纽扣是不会有静电的，它反而是绝缘体是吧？对对对对，这个细节嘛，细节做了很多啊。好，那个安东尼老师啊，就是这套是请吴斌老师做的一套楼王的样板房，楼王的其中的一个户型样板房。OK， 这套样板房的理念是这样，其实我们比较珍宝的业主到家里的时候，好像回到了自己的一个收藏回忆。进来之后就是第一个玄关，因为我们所有的户型的空间都是有一个特色，就是这条廊。这个廊其实就是串联了所有的主体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的要素，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无限回游啊。在这个廊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做了很多地灯系统，来提示你整个这个廊的一种仪式感。第一位照明，对，这两边做了2颗我们叫牙齿啊，就是2个酒柜啊，也作为整个这个玄关区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藏。然后穿过这个廊进来之后呢，就是到了南面，然后这边看过去就是一整片最好的这种公园，远远还看到那个上海的三元道外海是。这边现在是东区客餐厅，对，然后整个这个项目的中厨、西厨、餐厅，然后我们再做了一个很有仪式感的壁炉，也是在这个空间中能够有一个对比。这个空间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珍宝空间，就是其实是业主的一个书房的空间，也算是 X 空间吧，也相对比较灵活嘛。以后我们这里是可以定制的，就业主这个空间如果希望变成一个卧室，也可以帮业主改变成一个卧室。就看似是一个比较松弛的空间，但是也很多细节。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用了比较润的这种类似玉石的部分，所有的抽屉其实都是可以收纳一些艺术品，是不是？对，就是看艺术品都是这样，看画都这样收出来看的。这里其实可以留个电位给他，未来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水吧台也挺好。是的，就是如果家里开 party， 这里就是他喝一些水啊，喝一些酒啊这样的一个。它是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借鉴很好。对，这里就是它的一个书桌吧，比如说这个父母吃饭的时候，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在这里有一些阅读啊、使用啊这些的。然后它要形成一个轻隔断。对，你刚才说吊顶是？吊顶是我们做了一个格嘛，让这个空间它有的包围感更强。所以它就是这种亭子上的一些造型，就有点东方的味道。对，然后那个窗台也是做了一些。窗台我们故意做了叠高，因为飘窗它比较高，这样子你坐上去的时候，整个这个坐高的舒适度会比较舒服，更人体工学一点。对对对，而且会增加它的使用率。对。然后穿过这个空间就是那个到达的主卧室，主卧我们同样做了这个双开门，然后做了男女衣帽间，然后卫生间室也是做了一个环游的动线，对着公园泡澡那个。对，然后包括这些做了这个皮革的这种弧形啊等等这些，这扇门也是可以打开的。这样子的话，如果业主平时他要通风的话，他就这样打开。这个挺好的。对，然后如果他要关闭的话，就一起关闭。就是根据业主4个门都可以关。对。就室内里也是延续了整个所有这些弧形的设计，弧形的这些设计手法都是延续的啊。因为你们外立面都是用的270度的玻璃幕墙。对，这是这个第2房间，这个房间也是一个回游区，就相当于这是一个北卧，有个自己的套房。
业主他一般对第2个房间的需求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品质都给它升级了，做了全部都石材的这个定制的这么一个台面也符合现在倡导的所谓家庭平权的概念。对，然后从这儿就可以回游过来，就这个是可以套成他自己的一个小书房也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房间，这个就根据他的需求来调整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个儿童套房，就做的比较温馨的感觉。哇，这个细节做得很好对，就小朋友房状。其实是这个房子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动线是吧？动线是非常的丰富的这边都是这个完整的收纳区，又叫这个行李间。然后整个这个空间里面藏了一个家政区，也是可以给业主定制的，就是在这个廊里面，我们通过这里去厨房的一个空间然后厨房走过来之后就叫中厨，就它这里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回游动线，就这里有一条，然后餐桌，然后珍宝阁这样逛逛，这个就是你在家里面就可以捉迷藏啊，我们说。你们现在是有在洞察业主新的这种需求之后，是不是样板房的打造跟过往其实也会有一些区别？对，就是比如说软装，其实业主是越来越讲究生活的品质，这种单品的东西了。所以这里有很多艺术品，就是业主其实不是见过世面的。因为我们这里做了大概4、5种风格，完全不一样。OK 就这样的让业主能够有尽可能多的选择。现在很多大的社区就一个风格，你没有办法有自己的个性化的体验。所以你们整个项目会吸引比较年轻的这些所谓新贵群体，其实应该也是跟整个项目的定位，从样板房打造，包括整个工区这种生活方式的营造，还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对的，包括生活方式层面上这种便利性也好，然后空中花园的营造，其实也是保证了他们的私密性嘛，然后下楼又很方便的商业配套，这种其实在生活层面上也是节约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因为市中心最怕就是堵车，我觉得能不出门就最好的状态，我穿着拖鞋就可以下去逛街。下雨天不用打雨伞就可以到商业，因为全有风雨连廊的。OK 就它特别方便。然后如果他要去一个米其林餐厅，对吧？就直接就下去了是 OK 好的，谢谢方老师。好的，谢谢安东尼。我是安东尼，关注我，助力你过品质生活。